陆老师，今天不是你的结婚纪念日吗？你怎么还有精力来陪我呀？我老婆那个精神状态，动不动就发疯，她懂什么情绪？老婆，5周年快乐！5年前，我一无所有，只买得起这种普通的银戒指。往后余生，我会一件一件的补偿给你。陆老师，真的是你，陆老师。这么巧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你的师母许成。今天是我们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。这是我去年带的学生露露。师母，你真漂亮，我能给你们2个拍张照吗？来。露露，我们准备走啦。那个，我朋友在里面吃饭，我就先跟他们吃饭去了。嗯。老婆，你看今天晚上的月色，是不是很美？嗯。现在就是个废物，你只会拖累别人，你去死吧！你这个神经病！你死了，大家都解脱了。你别跑！你别伤了我的孩子！我跟你拼了！老婆，妈妈，可可，哥哥怎么了？可可，怎么了？放手！放手！度个假也不安生，之前都好好的，结完婚就犯病了。二大没事吧？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你这扫把星，动不动就喊大喊杀的，病啊越来越严重了。爸，你别说了。老公，怎么回事？没事。没事了。这是我从监控室录的视频。这是我。不看了。没事。我不是疯子，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？你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我和可可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没事，不哭。我们一家人，永远不分开啊！
今日凌晨，在我身后的这座栈桥上，有一女子落水，疑似轻生。据悉，该女子是许氏集团董事长许成。据可靠消息称，许成疑似患有精神疾病。这个精神病真是害死人了，不是哪个不长眼的非要把他救上来。哎呦，孩子还昏迷呢，你少说两句吧。天天寻死觅活的，我们陆家可没有福气要这样的儿媳妇。离婚，必须离婚。我是不会放弃许成的，我这一辈子都会对他不离不弃。哎，你怎么打孩子？醒醒吧你！等哪天这个精神病把我们全家都杀了，你就满意了？爸，我们别再吵，有话出去说。我就在这吵，我就让他知道。怎么了？爸，许成是要休息，有话出去说，你别打扰他行吗？生日快乐！谢谢陆医生，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。别客气。咖啡在桌上。陆医生，你给我做的鼻屎我太喜欢了，我闺蜜也想做，但是你的号太难约了，我能替她加个号吗？抱歉啊，我们医院规定不能私下留联系方式，你们有需要的话可以跟我们前台预约。哇，陆医生好帅啊！但是他的号特别难约。那我才必须要找他做呢。哇，真好。陆老师，我什么时候能去你家吃饭？随时啊。在这里不比家里刺激。真羡慕师母，她有这么大的钻戒。这本来就属于你买的。陆老师，你玩真的？但是他爸爸不是你的贵人，你舍得休了这个白富美的小娇妻？什么贵人？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得来的，跟其他人无关。许小姐，你的伤已无大碍，可以办理出院了。但是你最近出现幻觉的频率越来越高了，建议您尽快和家人沟通一下，确保您自身和大家的安全。老婆，
老婆，老婆，你醒了？别帮我！老婆，你怎么了？老婆，不，你怎么了？你冷静。我看见你和那个露露了。露露，哦，你是说刚刚在我旁边那个我的学生露露？她怎么了？陆言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你是不是又出现幻觉了？你这样，你给我1分钟，你先坐下，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就1分钟，你坐，等我一下。我刚让人调取了手术室的监控，你看。老婆，你看。张老师，我总感觉赵教授给我做的这个鼻型不太对。我倒觉得这个鼻子啊，跟你的脸型很适配。然后你突然进来了。老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事。你说你最近有没有好好休息？没关系啊。陆医生，您原本定在下午3点半的会议需要推迟吗？那就推吧。不用推迟，你快去吧，别人等你呢。我说陆言，你不能因为这个精神病天天耽误工作呀。爸，许成现在需要静养，你别事捣乱，快回去。真不知道倒了几辈子血霉，遇上这个扫把星。爸，你别再说了。就算许成有病，我也会一直陪着他。哼，我真的没事，你去忙吧。那你要好好吃药。嗯。那我先走了。爸，您突然来这干嘛？给我转1万块钱。就要1万块钱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问了，转给我。哎，行，待会给你转。老婆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目前的病情来看，一定要按时服药，配合治疗。老婆，你一定要按时服药，这样出现幻觉的情况才会好转。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妈妈，可可，妈妈好想你。他们都说妈妈生病了，爸爸也说妈妈病了。妈妈已经好很多了。这是。你生病的这几天，陆妍带孩子去幼儿园报了名，入学已经2天了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啊？我把药拿上去了。我孙女上贵族幼儿园怎么了？家里这么大的企业，贵族幼儿园都上不起。反正现在已经上了。至于接送，你们要是送不了，我来送啊。反正你现在得了这个病，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，我还怕你伤着可可呢。妈妈，老师说了，小朋友要多晒太阳才能健康成长，妈妈也一样。好，妈妈陪你去院子里晒太阳。喂，爸。陆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。进来。陆医生，瘦脸针还是要麻烦你帮我打一下。嗯。陆老师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对了，许成怎么样了？不用担心，已经恢复了很多。你要住。
我挺好的，倒是你，鉴于你目前的身体状况，不太适合做集团董事这个位置，在家休息吧，好好陪陪可可。好久不见，小橘子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前段时间我跟许伯伯在美国见了一面，他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，问我愿不愿意回来帮忙打理许氏。你好吗？我不好。一半。哎，还有，走哎，老虎，师傅回来了。我现在住的是个地方啊，那好不好？你看这么大的房子，随便住。我现在醒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儿子马上董事长。爸，我就是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没点规矩。这脑子坏了，不记人。这你二舅、你大姑、四大爷、江阳，厨房里的是你三婶儿。我是说，他们怎么会出现在我家呢？现在孩子放假了，我就让他们带着孩子来城里转转。住酒店还得花钱，家里这么大够他们住了，又不常住，1个星期就走。可可呢？可可，妈妈，啊，拿着吃啊。宝贝，你的脸怎么弄的？他们给我画的，还抢玩具。哎呀，我说你怎么这么矫情呢？他又不是经常来。虎子、二花，喜欢什么玩具你们就拿啊，就当自己家一样。我们走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你去厨房帮三婶做饭呀。张嫂呢？辞退了。她辞退了，谁给我们做饭？三婶就行了，有自己人在，为什么要给外人发工资啊？在亲戚面前，你是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啊！家里要来人，为什么不提前跟我打招呼？亲戚来我儿子家，我打什么招呼？这是我自己全款购入的婚前房产。你已经嫁给我儿子了，你的就是我陆家的。我现在生病了，我需要休息。我不管，我最多只能招待他们1个晚上。大家都是来帮你的，你别不知好歹。我需要他们帮忙了吗？哎呀，我就说，我儿子怎么娶了你这个神经病？我也想知道，你儿子为什么要娶我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反了啊！晚安。喂，老婆。你爸带了好多人来家里，好乱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先戴上耳机，放松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好。叶晴，我少了一个11号的刀片，你过去帮我取一下。好的，陆老师。妈妈，刚刚那2个小朋友怎么那么不礼貌？我们可可今天受委屈了，那以后我们去别人家的时候要懂礼貌，不能乱动别人的东西，知道吗？妈妈给你擦干净。救兵回来了，来看信。妈妈下去一会儿，马上回来继续给你擦，好吗？乖宝贝。怎么样？各位亲戚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儿子，你不是最近要升董事长，忙得很吗？你怎么回来了？大姑还是那么年轻，
江阳，大专毕业了吧？长高了不少。怎么样？我就说我们家路演指望得上。我给大家订了酒店，你们收拾收拾，我送你们过去。订什么酒店啊？家里明明住得下。你们没有通知许成，就私自搬进来。许成算什么东西啊？许成，许成才是这个家的主人，所有人，包括我，都要听他的差遣。哎呀，我就说，你这个娶了媳妇忘了爹的兔崽子，白养你这么。去不去？收拾收拾走吧，把腊肉背走。四哥，腊肉不是给我的吗？你背来背去多累呀！住都不让住，还吃腊肉？哎，走，走喽。四哥，酸菜给我留摊总可以了吧？四哥，我收拾一下。哎，老婆，这事儿呢都怪我。我爸之前就跟我提过，说要三婶来家里帮佣。我想着他人不错，而且小时候也带过我，所以我就没拒绝他。那怎么会来这么多人啊？哎，都怪我爸爱炫耀。原来是这样。其实啊，三婶啊，人很好，干活也麻利。还有，他的儿子江阳说想在你的公司某一个职位，干什么都行，干保安也行。那，你觉得他们俩靠谱的话，留下也可以。谢谢老婆，谢谢徐董事长。我已经不是徐董事长了。我爸说了，他让我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。整个许氏都是你的，董部董事长的都是场面话。我不管你是不是董事长，我只要你健康、快乐。对了，水呢我给你倒好了，你要记得吃药。我先去洗个澡。嗯。不是4个吗？我记错了。1000万而已，我没说还不上。你们说我够客气的。我背后有许氏集团，难道还赖账吗？你们好好查一查我老婆名下的财产，别说1000万，5000万我也还得起。老公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哎，我这不怕你饭了吗？我怕吵着你，就来这里玩了。我今天晚上运气特别差，一直输。我刚一气之下中了5000万都换得到。你怎么突然醒了？不知道，就是有点心慌。走吧，我陪你回去睡。嗯。爸，你躺这儿干什么呢？怎么了这是？怎么又睡了呀？刚起来就睡，睡沙发上。起来起来，昨天晚上睡挺早的，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啊？啊？没意思。啊？活着没意思。我可没惹你啊。起来起来。我回屋睡了。吃饭也别喊了，饿死得了。我都说了药不能乱吃，偏不信。什么药啊？妈，药不能乱吃，乱吃会出问题的。是你的药。我的。他前两天精神头不好，他说你吃的保健药是进口的，效果好，吃了就一直在睡，说话还神神叨叨的。我去看看他啊。
不是4个吗？我记错了。你怎么会有这种药呢？什么意思？这里面有致幻成分，谁给你的？是不是你那个混账公公？我这就去找他算账。喂，你好歹是个高知女性，难道还对付不了一个农村老头吗？实在不行，就跟他儿子离婚。离婚？你好，外卖到了。喂！勾引已婚男人，你父母知道了，不替你感到害臊吗？他许晨是缩头乌龟嘛，这种事情还喊你个打手过来，对付你这种下流货色，还用不着许晨亲自出马。看你们的真爱到底是几天前！别打了！喂，120是吧？有人在酒店卖淫嫖娼。算你狠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混蛋！别闹了！怎么，吃醋了？你背叛我！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要和露露那个狐狸精开房？他是来找我打针的。那他听到我报警，为什么要跑？因为他的针剂也是利用植物之便偷出来的。你把我当许成啊？打针为什么不可以去医院打，非要来开房来打针？我的小傻瓜，你动动你脑子好不好？他是护士，医院人多眼杂的，他怎么可能在医院打？你看，他每一次打完都会给我转账。真的？不，我们都这么多年了，10年了，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你也知道我们在一起10年了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你就这样对我？这个戒指，我早就想送给你了。这不是许成朋友圈的那颗吗？许成有的，你也会有。在我心里，你才是我真正的老婆。我经常在想，把你让给许成，真的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许成的一切，很快就是我们的了。你说有些人出生没有的东西，这一辈子就不会再有了。可能吧。有些人从出生起就什么都有了。看见那个女孩没？那是我的大学室友许成，许氏集团的千金。我们宿舍夜谈的时候，他说过，他自幼丧母，父亲常年在国外，所以他非常渴望家庭的温暖，一定会追求真爱，绝不可能家族联姻。她学习很好，而且又是独生女，一定会继承家产。当年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，才追到了许成，你也跟他成为了最好的闺蜜，他给你安排了工作，我也靠着他家的关系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的位置，就差一点点，我们就要成功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看你们恋爱、结婚、生孩子，在我面前做一对恩爱夫妻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你光明正大的回到我身边。会的，我的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人。我如果真的要出轨，
干嘛不瞒着你呢？谅你也不敢。当年你出那么大的医疗事故，如果不是我全力给你解决，你哪能有今天？好了好了，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。你对我的好啊，我一直都记着呢。许成现在已经被撤掉了董事长的职位，这个位置我势在必得。以后啊，许氏集团就该改叫陆氏集团。对了，要的是被许成发现了。老婆，该吃药了，给。老公，谢谢你这么久以来风雨无阻地叮嘱我吃药。这些啊，都是我该做的。真乖，那我去洗澡了。嗯。你好。哦。你的体内检查出了致幻剂的药物成分，含量还不低，看起来是长期服用的结果。谢谢。哎，这位患者，我看了你的病历，显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。如果不是主动服用的话，我们需要检查你服用的药物，确定有问题的话，医院有报警的职责。我之前做过药物检测，报告单没带，但是药我带在身上了。还是建议在同一家医院、同一时间检验会比较好。那麻烦您帮我再验一下吧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我尽快。你怎么会有这种药呢？这里面有致幻成分。他自己拿了吃了，吃了就一直在睡，活着没意思。老婆，该吃药了。这就是普通的助眠药，对神经类疾病有治疗作用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啊，这就是我每天吃的药。来的时候累吗？还行，是有点，这主要是路途太长了。英子妹，你这切的真好。年轻就是好。你有多高啊？我净身高有1.78米。3倍，往这边放，往这儿放。我就说英呢，洗2个苹果。妈，1.78米。可可呢？净身高1.78米。哦，可可我送幼儿园了。啊，程程，吃点草莓，新鲜摘的。啊，来。妈，你来坐。哎。吃，教育的真好。你看小杨多孝顺。不像某些人啊，自私自利，把自己人当外人，还是生儿子好。可惜我们老陆家，哎，没那个福分喽。天妈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路上堵死了。哎，你买新车了？我哪买得起？我男朋友给我买的。哦，这个男朋友表现还不错嘛。我家离公司只有200米，根本就开不到，天天放在车库里吃灰呢。怎么，你舍得结婚了？那你可得提前求求我，到时候让我们可可去给你做花童。我倒是想啊，但是结婚这种事情不也得看时机吗？
对了，别说我了，你那个药的事情查的怎么样了？药的事你都知道了，你们应该很快就会离婚吧？再查呢？你千万不要恋爱脑，这种事情查到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千万不能心慈手软。体检报告明明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体内还有致幻药，可是第2次药物检测却说是正常的。难道有人告诉了陆岩，所以陆岩换药了？可知道这一切的人，只有洛飞。全区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稳步提升，全年实现总产出280。陆老师，跟你偷情风险太大了，又得防着你老婆，还得防着你老婆闺蜜。毕竟上次在办公室的时候，差点被你老婆抓着，你竟然能修改监控内容躲过去。好事多磨嘛。据悉，许氏集团董事长许晨因身体不适，现任董事长离职，新任董事长人选暂未公布。我老丈人信任我，我老婆信任我，医院高层信任我，这个董事长，我势在必得。你等着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你看你这小腰，跟小媳妇似的，一点都不显年龄。没个正经，我比英子妹妹还大2岁呢。别瞎说了。你好，这是陆演陆先生家吗？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公司周年庆来给老客户送礼品。要钱吗？不会是诈骗吧？陆先生是我们的老客户，这是免费的，不要钱。免费的，拿过来。那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好，慢走啊。免费的啊，看什么玩意儿？那几个人谁啊？没谁。哦，走，妈。可可。我说白嫖没好货吧？不年怎么跑我家去了？我不是跟你们说过肯定能还上吗？你们怎么还这样？我今天就是上门认门，海外赌场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你还有半个月时间，如果还没还上，那可不好说喽。喂，怎么了？陆医生，我在人事部看到新任董事人选了，不是你。什么？其实，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。我怀疑陆岩可能出轨了，而且，他可能在我一直吃的药里动了手脚。我猜到了，这就是我回来的真正目的。别着急，我们慢慢把事捋清楚。我会帮你解决的。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你的精神状况还没有恢复，如果这个时候离婚，很有可能争夺不到可可的抚养权。凭什么？我处心积虑这么久，让一个外人顶了位置，他们是一点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是在逼我鱼死网破吗？你冷静一点，不要做傻事。集团董事选不上，还有医院的副院长可以争取呢，对不对？我能做什么傻事？拿许晨当过滤镜？哎，别！你要是出事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放心吧，不把许家掏空，我是不可能死的。老婆，怎么喝酒了？老婆，我们今天同事聚会，喝的有点多，倒没醉。放心，没醉就好。我也才回来，跟新任集团董事吃了个饭。新任集团董事，
定下来了。嗯。哎，我最近医院事儿太多了，都没有听说。是我们家的世交，秦敏。世交好，世交人靠谱。老婆，我觉得我最近特别对不起你。你说你又犯病，你说你又状态不好，医院手术那么多，我都没有时间照顾你。而且接下来，我可能还会更忙，因为我竞选副院长。可是我听说副院长的人选也定了，是赵医生。赵医生，赵医生是你老公啊？你胳膊肘往外拐呀！你胳膊肘不往外拐，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和三婶在屋里干嘛呢？我跟三婶学外语呢。啊，不，吃。嗯。喂，老婆，怎么了？老公啊，今天下午有时间来接可可吗？我现在还有2台手术，有点走不开。怎么了？你小有事啊？没事儿，那你忙吧，我问问别人啊。薇薇啊，下午3点半有空吗？有空啊，怎么啦？那你开我的车来接一下可可吧。我今天带秦城开会，晚上好像回不来了。陆远呢？他们都在忙，我只能麻烦你了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行，改天请你吃饭。那我可要好好宰你一顿狠的。现在不仅要给你做小三，还要给可可做小妈。许成去秦城了，今晚不回来。我知道了。来，可可。可可乖啊。喂。你的手机定位已经改到了秦城。嗯。可可，阿姨辛辛苦苦来接可可，还给可可带了好吃的。可可应该说什么呀？谢谢阿姨。不对哦，可可应该说谢谢妈妈。可是可可有妈妈呀。阿姨是妈妈的好朋友，而且阿姨非常喜欢可可。可是陆薇阿姨长得跟妈妈一点也不像，但是陆薇阿姨今天跟妈妈身上的味道一样。可可，以后阿姨就是你的妈妈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小区搞了个母亲节活动，要孩子和妈妈拍一些亲子视频。你不在家，我只好换上你的衣服来应付一下喽。本来就几分钟的事儿，这又洗澡又换衣服的，现在也没拍成。
你最近有没有好好休息？吃药，吃药，该吃药了。哥哥，阿姨就是你的妈妈。刚刚一进房间的时候，看见床这么乱，我还以为陆衍出轨了呢。幸亏是你啊！是啊，幸亏是我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不去开会了？走了一半了，突然通知改线上，回来的太着急，手机都落骑面车上了。行，那我换个衣服就先回去了。记得请我吃大餐啊。好啊。我会让所有背叛我的人付出代价。薇薇啊，你天天都看着我们成双成对的，是不是都要烦死了？才不会呢，我也有男朋友的。你那个男朋友还不如没有呢。等会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小陈，徐总好，陆医生好，陆小姐你好。这位帅哥是？我帮你约的相亲局啊。小陈是我爸以前带的博士，现在在三甲医院做副教授，年轻有为，踏实可靠，到了适婚的年龄了。陆小姐，初次见面，准备了点小礼物。听说你以前大学学的是药剂师专业，现在也在当医生，希望以后我们能有很多共同话题可以聊。谢谢陈先生，您费心了。老公，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比他之前那个男朋友靠谱多了？是啊，小陈当然好啊。小陈听说今天约了你，提前好几天请了假，还特意自己开车过来，就是为了晚上可以送你回家。儿子菜忙上了，我们先干一个吧。来，来，小陈。胃口不小啊，陆衍。微微今天是有点喝醉了，你们安全到家以后，一定给我回个电话。好的，徐总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拜拜。我都说了，再给我点时间凑钱，别再疯狂给我打电话了。走啊。啊。老婆，你拿我手机是想买什么东西吗？可可的保险要续费了。对，老婆，秦勉那边呢，我约了好几次都没约上。我想着你们是世交的话，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？啊，他最近刚刚上任，的确是挺忙的。但是约着见个面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可是我总要给人家买点东西吧，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。不如明天把我的银行账户恢复了，我们像以前一样设立公共账户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你现在呢，精神状况也好了很多。明天我就去银行操作一下。好啊。
妈，妈，什么破快递账单啊！敢误会老子在外边欠钱？我只是问问，这钱什么时候轮到你问啊？我就说，你敢！你再动一下手，我就报警。报警？你走吧，要不他来你打。我是不是给你脸了？报警！我叫你报警！我就你打！就知道喝。走。干啥呀？开开！妈，你听我说，你不可以再逃避了，否则还有下次、下次。你要是再敢打我，我就听程程的话去报警。网上都说了，很多女人受不了家暴，最后把自己的丈夫给杀了。兔子急了还咬人呢。哎呦，老夫老妻他报什么警啊？华哥有胃病，又喝了酒，我去拿点药。三婶，哎，你还挺善良，对一个家暴男都这么关心。哎呦，这喝了酒之后胃最难受了，不吃药真的不行。三婶自称常年遭遇丈夫家暴，却对同样遭受家暴的女性毫无同情。他们2个人的关系不寻常。哎呦，华哥，华哥，华哥，报警吧！你报警！你！哎呦！哎，我的三位，三位怎么吃的呀？伤哪儿了？来，我看看。没事儿，一点都不疼。我喝醉了。稍等一下，来。妈妈，我的座位有点挤。妈妈给你调一下。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这可是在许成的车里。我觉得陆岩好像不怎么爱我了。他是不是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了？我去替你教训他。还不是因为我那个公公，3天2头的就在家里念叨，说什么陆家3代单传。但最重要的是，我心里明白，陆岩他做梦都想要个儿子。那就让他做梦去吧。喂，葛总，哎，是这样，我最近公司资金流……喂，必须要房产抵押吗？虽然是我老婆的婚前房产，但我们现在还是合法夫妻，一点都贷不到吗？不，你们什么破公司啊！打了10几家电话都这样，真贷不出来了吗？喂，老婆。喂，我就想问你，秦总那边你帮我约的怎么样了？时间已经约好了，后天下午2点。老婆，这个家幸亏有你，你就是我的福星。你说我老公嘛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晚上见。嗯，拜拜。我打算走离婚程序了。我们先按兵不动，你帮我咨询律师，等我们收集够足够的证据，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拿到可可的抚养权。
可以呀，那个聪明的小橘子又回来了，智商又占领了高地。行，就按你的计划来，我全力支持你。自从停药了以后，我觉得头脑都清醒了很多。上次复查的时候，医生跟我说，最多再有1-2个月吧，就能彻底恢复了。现在这段时间，你的身体状况是最重要的，有了好身体才能打这场硬仗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好多人告诉过我，说陆远就是个凤凰男，门不当户不对，不会幸福的。但是我一点都不介意，因为我真的相信，他会给我一个完整的家。没想到最后愿望还是破灭了。你还有可可，你还有其他爱你的人。今天终于见到您了。我给许晨联系了几个不错的医生，我相信他很快就可以恢复。感谢秦总费心。秦总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我这一次来呢，是受我一个多年好友所托，看看集团的器械是否能够由我朋友来供货。你朋友想接集团的医疗采购项目？是的，而且我朋友能够提供的医疗器械是最先进且规模最大的，而且我们走的也是正常的流程，还可以参与竞标。不知道陆医生之前有没有涉足海外医疗设备项目的经验？我在国外的朋友有大量更新医疗设备的需求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引荐一荐。你跟你朋友可以长期做海外医疗项目，如果做得好的话，也可以考虑移民嘛。我一直在许氏工作，也从来都没有参与过什么海外的业务。况且我老婆小孩都在国内，目前也没有移民的打算。也是。听说陆医生是一个居家的好男人，果然没错。不过最近医院传出一些小道消息，听说你之前出了一个不小的医疗事故。秦总，您也说了是小道消息，况且我身上真的有什么事故，你说许氏怎么会容我留到今天呢？也是，你说的这个朋友呢，很适配这个医疗项目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您讲。你也知道，我们今天见面是许晨的功劳，所以许晨必须担任这个项目的担保人。那当然了。而且由您亲自介绍的医生，我相信我老婆很快就会康复的。一定会的。我们市有2大医疗集团，除了我们许氏之外，温氏也有大量采购医疗设备的项目需求。你可以考虑考虑。多谢秦总提点，那我先替我朋友谢谢你。应该的。我找人查到陆薇在人民医院妇产科建档检查，检查报告显示怀孕6周，相关资料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。我知道了。她果然怀孕了。花了就花了啊！有什么好问的？不就8万块钱吗？8万块不是钱，你是有理的是吧？我不是打你，叔叔，好了，多大点事儿让邻居看笑话？阿姨，你消消气，叔叔你也消消气。吵什么呢？晨晨，看人薇薇多好呀，这才是我们陆家应该娶进门的媳妇儿，不像某些人，一天到晚不上班，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叔叔，别说了，不知道外边是不是有野男人了？你呀，天天吃我的喝我的，还为老不尊，
你知不知道我能给你饭吃，也能砸了你的饭碗？你怎么来了？这不刚陪可可参加完运动会吗？把她送回来。好，妈，我们走。走，进来吧。妈妈，我们今天得了第1名。是吗？但是我还是喜欢跟妈妈一起做游戏。宝贝，对不起啊，妈妈身体不太好，没能陪你拿第1名。没关系，可可最喜欢妈妈。如果是跟妈妈在一起的话，不是第1名，可可也开心。好孩子。想吃蛋糕吗？当当，这是可可最喜欢的口味吧？老婆，晚点咱俩去看看洛薇吧。她3天2头的往咱们家里跑，怎么突然要去看她？她怀孕了。不可能吧？她跟你开玩笑的吧？真的，她最近不是跟那个小陈聊得火热吗？不过确实有点太快了哈。她跟小陈上周刚认识，不可能啊。可以啊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她？急什么？我看看时间吧，回头咱俩再买点营养品。听你的。对了，老公，这是你给我的惊喜吗？这个不对啊，怎么看着像是洛薇之前带过的？可能是她来咱们家里玩，不小心留下的吧。这东西一看就不值钱，我怎么会送你这么廉价的东西呢？回头啊，等我挣了钱，我给你买更好的。陆岩、小许，吃饭了。哎，你先去吧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有点恶心，可能是着凉了吧。那我下去给你拿点药。不用，我洗把脸，你先去吧。那我先下去等你。什么时候有空啊？我还想你陪我去逛街呢。我最近贪吃胖了好多，衣服都不能穿了。小三都这么会演吗？对了啊，是不是该发工资了？说好的5号，今天都8号了。你雇的人，你发呗。这是你家呀，凭什么让别人给呀？你怎么是别人呢？这不是你三妹吗？这个疯女人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生不出儿子就算了，还是个神经病。也就是我们陆演人好，要是换了我呀，早把你扫地出门了。该被扫地出门的人是你吧？这里是我家，我不欢迎你。赶紧收拾东西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嘿，陆岩，陆岩，又怎么了？你看看你娶的媳妇，这要是在老家，早大嘴巴子抽他了。爸，我身上还有钱，不差这几天。别说话，我今天倒要看看，公公跟儿媳妇到底谁说了算。票已经买好了，今天下午3点硬座，待会儿把票钱转给我。哎，老婆，没有必要这样，都是一家人。
再说你今天让爸回去，有点太仓促了。秦勉说周末想和你聊聊。爸，要不这样，我呢给你买一个卧铺，然后你也回去跟乡亲们多走动走动。过几天我就接你回来，好不好？陆岩，你是娶了媳妇忘了爹啊？你忘了我是怎么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啊？你现在让我回去啊，还不让他们把我的脊梁骨给我戳坏了？哎，爸，我又不是不要你，让你抽空回去看看。啊，行，丫头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哎，妈，您走了，谁帮我带孩子呀？要不，你趁着空回去看看。这要工资的人是你，要放假的也是你，这么急着带人家走，是不是想赖你三妹的钱呀？许成，哎，我哪里瞅得了啊？这么多张嘴要吃饭。三婶留下也可以，不过少了一个最麻烦的人要照顾，工资可得减半。也不知道这个江阳在新公司能不能适应得了，要不干完这个月也让他走。你呢？怎么说？待会儿陪我去见陆威，还是送你爸？爸。欺人太甚！走就走。哼，就是。三妹，你说的对，咱们走。哎呦，华哥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天涯海角我都愿意随你去。可是什么？你不跟我走啊？我是真的很想跟你走，可是乡下偏僻，收不到拼夕夕快递，我还有5个快递在派送呢，只能先留在这儿。可我村里现在家家户户都有 WiFi， 你要是想我就打视频给我。华哥，你快点走，赶车来不及了，你快走啊！三妹啊！哎，华哥，早点回来。来啦，薇薇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怎么不欢迎我们俩？啊，不是，我还以为外卖呢。听许成说你怀孕了，给你带了点保健品。怎么样？需不需要许成跟医院说一声，帮你请个假？什么怀孕啊？你们听谁说的？整个医院都知道了呀。你呀，还故意瞒着我们俩，是想给我们个惊喜吧？整个这个真的是好大的一个惊喜。你现在是个孕妇了，怀着孩子不可以总吃外卖了，对身体不好的。我那会儿怀孕的时候，都是陆衍天天亲手给我做饭吃。啊，对了，老公，你这个大厨有没有什么心得要分享给薇薇啊？一定要按时吃，如果忘了吃或者少吃，那就是对你的身体不负责任。药呢？我给你放哪？哎，乖嘛，给。那我先去洗澡了。来了，我拿外卖。我守寡20年，我又当爹又当妈的，我把你养成人模狗样的，你居然干出这种丢人的事情，我打死你！阿姨，
前3个月正是最危险的时候，你别伤了他的孩子啊！妈，你快说，肚子很严重，是哪个嘞？微微，难道不是小陈的？是不是你那个男朋友的？我就知道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像个缩头乌龟一样，真让人心寒。你也别怪阿姨生气了，阿姨只是想跟你讨个公道。许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怀孕的事情就没人知道，是不是你叫我妈来的？是啊，我不是想让阿姨来照顾照顾你吗？你做这个丢人的事情，走，跟我去医院。我不，我要把孩子生下来。阿姨，微微之前已经打过1次孩子了，当时医生都说了，她伤了身子，很难再怀孕了。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，你们还是慎重点吧。我不管，跟我去医院，走。我不，许晨，蓉蓉，你冷静一点。你都做出这种事了，哎，我这个老脸往哪儿放？我又不是路滑，不要脸嘞！阿姨，洛薇现在情绪不太稳定，我跟许成先回去了，你在家好好照顾她。我在你家楼下，给你10分钟，给我下来。老婆，老公啊，我头有点痛，你要不要帮我按啊？嗯，好，我来帮你按一按。是这吧？嗯，慢一点。嗯。怎么大半夜的还给你发消息？是还要出门吗？没有，是医院的工作群消息。这么晚了，怎么可能出门呢？我得洗漱一下，也准备睡了。还有肩膀。啊。差不多了，我有点困。那你先睡，来。我等你啊。你把明天几个工作安排的具体时间都发我一下。罗伟，那么着急叫我干嘛？我们上车说。我不想再过这样见不得光的日子了。你到底离不离婚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要不然我不介意撕破脸，反正我已经没脸了。我还想问你呢，许晨告诉我你怀孕了，我发信息问你，你还告诉我只是胖了。不什么时候的事啊？你连我都瞒。我只是想给你生一个儿子。生儿子？拿什么生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欠了很多债。可是医生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当妈妈的机会了，这个孩子我必须要生下来。相信我，等我从许成那弄到钱，解决了这个债务困难，我会补偿你的。如果现在离婚，只能够分到他1半的财产，这些连债都不够还。但如果控制住他，就能够分走他名下所有的财产。所以你再忍一忍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妈每天都逼我打胎，你和许成又在我面前卿卿我我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好了，我知道，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。
你个小贱人，勾引已婚男人！这是什么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好啊，陆爷，我为你未婚先孕，你背着我玩的挺花的呀。你先冷静一下，这一单是许成放的。你好好想想，这个车只有你和他坐过，如果不是你的，那一定就是他故意放的。他肯定是发现了我们之间的事，所以一定是他故意离间我们。好啊，姓陆的，你还敢骗我？薇薇，妈，我决定跟他离婚了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离婚呢？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假象。陆远和洛薇的事情，我也知道一点。要是实在过不去，那就离吧。那您呢？三婶和爸的关系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是我自己太懦弱了，要不然，他也不会明目张胆的把他们叫进家里来，还把江阳那个私生子塞进公司工作。来啦，来喽！妈，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陆言。啊，小琴，哎，你先看一下报告。三婶，你先下去忙吧。啊，好。医生说阿姨有患抑郁症的风险，需要尽早治疗。妈，如果不是陆华，你根本就不会抑郁。你怎么想的？还跟他过吗？黄土都埋在脖子上了，也许这就是我的命吧。再说，我嫁给他之前，已经离过一次婚了。要是再离一次婚，村里的人该怎么说呀？都半辈子了，就这么将就吧。怎么能将就呢？命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喂，华哥啊，我给你买的外套，你试了吗？试了。我跟你说呀，那个丫头今天带回来一个野男人啊！不是，我小心了。好。三妹妹，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，我俩的情。王总，您放心，这一次的合作我绝对全力以赴。哦，对了，我今晚喝不了酒，因为我老婆最近状态不是很好，我得回家照顾她。好了。哎呦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陆总和太太的关系依然如初啊。想当初啊，我就是乡下的一个穷小子，我太太呢非但没有嫌弃我，还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。当时我心里在想，一定要让她过上最好的生活。现如今，
把摆地经营得这么好，也算是对他一种交代了。我啊，就认一个理儿，爱老婆的男人，人品一定差不了。所以能和你们公司合作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待会儿吃过饭啊，就去公司把合同给签了。好。陆岩，哟，老婆你怎么来了？怎么回事？老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离婚，离婚之后，你和许氏集团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老婆，哎，王总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我要合作的是许氏集团，不是你个人。爸，你现在立刻从乡下过来。走，可可。怎么今天这么早来接他？我有点事儿啊。再见。老师再见。可可再见。爷，我要去哪儿？回家啊。来，进来。爷爷，这是哪儿？我妈妈呢？你先在这待着，你看，你想玩就玩，想睡就睡，会来接你的。爷爷，我想回家。我是你爷爷，我还能害你吗？爷爷，可可，我给你放这儿了啊，你照看着点，但是你别让他看着你。啊，对了，陆远一会儿会来接他的，我还有急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鉴定结果出来了，恭喜啊，已经完全康复了。太好了！你给的那些证据，张律师看过了，足以证明陆岩婚内出轨，所以离婚的话，得到可可的抚养权概率很大。秦面，谢谢你。我俩就别跟我客气了。来接可可的，我来找你的。我听说你和许成离婚了，那我就勉强原谅你吧。怎么了？马上就要和我结婚了，不开心吗？还是说你根本就忘不了许成？吴立双，干嘛啊？说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什么啊？别装了，照片。是爸爸吗？对，是我发的。怎么样呢？不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，再忍一忍？忍？我为你忍了这么多年，姓陆的，我告诉你，这些照片如果是我发的，我早就发了，干嘛等到今天？现在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，我看你是软饭吃多了，不知道什么叫做担当和责任了吧？我看你是好日子过多了，都忘了自己原本的身份。如果没有我们现在还在乡下种地呢。陆岩，你王八蛋！我真是瞎了眼才跟你在一起。行，鱼死网破是吧？我现在就去告诉许成你是怎么给他下药的，把他逼疯的。给许成下药你没份吗？也行，让他知道她的好闺蜜是怎么给她配药的，是吃的她又住院又自杀。威胁我是吧？那3年前那场医疗事故呢？你忘了我是怎么帮你的吗？行，我不跟你吵。爸爸，微微，你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等我处理好这一切，我就带着你和孩子远走高飞，过属于我们的好日子。
离婚之后什么打算？我想完成可可的一个小心愿。什么心愿？等我走完离婚程序就出发。机票我都买好了。去冰岛啊？喂。可可，不好意思。孩子头部受伤，现在眼睛畏光，初步判断是脑部的血瘀引起的失明，还需要持续观察。谢谢。哎呦，我陆家是造了什么孽呀，可可呀！哎呀，华哥，别难过了啊，别难过。可可好好的上着课，怎么会无缘无故跌倒？今天可可学校有活动，提前放学，我闲着没事就去接她了。你咋？回家后不听话，到处乱跑，结果摔倒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心帮你们看孩子，还成了我的不是了。可可提前放学。哎，我就说，你怎么当妈的？可可学校有活动，提前放学你都不知道。要不是跟野男人鬼混，孩子也不至于这样。请你说话放尊重点儿。我就说，华哥，你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对，我们先走，我们先走。爸，哎呀，爸，现在可可什么情况？瞎了。真的吗？会不会是误诊？要不我们再带可可去其他医院看看？先别着急，现在许成还不知道可可出事的时候就在你家，先别露馅了。既然你们都在，为什么不立刻送来医院呢？要是让许成知道我和洛薇送可可来医院，他会怎么想？也对。不过，就说可惜了，要是早来10分钟，可可就不会失明了。叔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，如果我们当时立马送可可过来，她就不会失明了？完了，家里监控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也许啊，这就是小丫头的命。行了，不就是瞎了吗？可能，能治好，是吗？妈妈，老师说极光是因为神仙在天上画画的时候手动打发了颜料，所以天才会五颜六色的。那可可想不想看看极光呀？可可最喜欢看有色彩的天空啦。行，妈妈以后带你去看，好吗？陆华为什么会突然从乡下回来？你去哪儿？回家。果然有问题。今天的监控被损坏了。所以你怀疑可可根本没有回家，可可出事儿跟陆岩有关。这段婚姻的种种，很难让我不去怀疑。可可的眼睛那么漂亮，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。她还没有跟我一起去看极光。
先别把事儿想得那么糟。我在国外认识很多知名的眼科医生，一定会用最好的方法把可可的眼睛治好的。你好，请问眼科追步怎么走？前面右转上3楼。谢谢。老婆，可可今天怎么样了？可可在睡觉，请你出去。我知道，可可出事了，你很难过，但她也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。我出门之前孩子还好好的，怎么你爸一来就出事了？你爸不是在老家吗？为什么会突然来接孩子放学？我爸被你赶回老家这么长时间，他想念可可去接她放学也很正常吧？是吗？真的只是巧合吗？老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是觉得是我和我爸故意把可可害成这样的？是，我们2个之间是有隔阂，你恨我我也认了，但这么多年来我对可可的疼爱，你是都看在眼里的。疼爱？你对他的疼爱就是让他有个弟弟是吗？老婆，你听我跟你解释。你解释。等晚上还有最后1瓶药，今天就结束了。可可最近饮食什么的，一切正常吧？嗯，还行吧，就是总睡不踏实。那我后面倒药，快点快点，外面市长找你很久了。哎，我爸烦死了。我们市呢有2大医疗集团，温市也有大量采购医疗设备的项目需求。你要的东西我都买来了，我还给他买了触摸玩具，让他解解闷。谢谢秦总啊，这么关心我的孩子。应该的。老婆，这些天你也辛苦了，今天晚上我来照顾可可，你回家好。不用。喂，陆医生，集团在查我们的账呢，如果再凑不齐1000万，我们都得进监狱。